Hello，各位好。随着 Apple Vision Pro 即将在中国大陆发布，那7月份呢也会在更多的国家铺开。那未来呢 Vision Pro 全球开卖也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那所以也越来越多的这个科技博主啊，还有一些媒体啊，都在对这种类似于 Vision Pro 的头戴显示设备有了大批量的报道。那么我呢，就希望能够填补这些报道的一个空白啊。我们拿出我的这个一点优势吧，就是针对普通用户啊，针对普通消费者。那我觉得不可避免，现在绝大多数的人类啊，还是不那么清楚这是个啥东西啊。虽然我上一期视频也讲过什么是 Apple Vision Pro， 那我这一期呢，想再从一个横截面啊，上次是纵着去讲，这次呢从一个横截面，从整个行业来去用最简单的方式啊，当然也没有，既然简单就没办法太深入了，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如果你还没有太整明白啊什么是 Apple Vision Pro， 虚拟现实，这乱七八糟的现实这现实是怎么了？那今天呢，我希望做一种尝试啊，是给大家带来一些简单的科普吧，就像我这个字幕在这边打的一样啊。今天我们主要会谈这3个话题：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跟混合现实。那么先说概念，看我的副标题哈。VR、AR、XR，那 VR 呢就是虚拟现实对应的中文啊 ，AR 就是增强现实 ，XR 就对应混合现实。那你大概知道这个就可以了。我特意把中英文都打在上面，当然英文是缩写了。那一般来讲呢，你看其他的科技文章也不太会把这个全称打出来啊，就叫这个vision virtual reality， 它不会全打出来。一般你看到的也都是 VR、AR 跟 XR。所以如果英文不太好的朋友，跟我差不多的，你就记住 VR 是虚拟现实， AR 是增强现实， XR 是混合现实。先把这个名字记住，然后接下来我简单的讲一讲什么是虚拟现实。所谓虚拟现实呢，就是把你的眼睛遮住，让你跟你能够看到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离开，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啊！所以这就叫虚拟现实。从名字你也可以听得出来，你的现实是被虚拟出来的，它不是真实的。这个是最早有这个能跟大众见面的产品啊，这个就不得不提到索尼。如果是游戏玩家，应该知道索尼大名鼎鼎的这个家用游戏主机 PS， 我记得是从 PS3 还是4的时候就开始有针对 PS 游戏机的这个头戴显示设备。它长得呢就像一个 Apple Vision Pro 的那个样子，可能没那么看起来时尚吧，但是就是一个大眼罩子把眼睛罩住。这样的话呢，这个大眼罩是完全不透光的嘛，那相当于你就把你的现实世界全部遮挡住了。那它里面的2块屏幕干什么呢？就是给你虚拟一个完全沉浸式的游戏世界。那这种就叫虚拟现实。在早年的时候 Apple 也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还记得当时Tim Cook 在好像某一个访谈或者是问答当中吧，有表达过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他相比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他会更偏向增强现实。这个也非常好理解，因为 Apple 是定位成一家大众消费品，你现在还很难想象，大众消费会那么有主动的意愿把自己的现实世界全遮住，然后进入到一个虚拟世界里面。所以这样我觉得太极端了，它可能是少数人爱不释手的一个东西，但它应该来讲永远是少数。那所以这要谈到什么叫增强现实了，就是我们说的 AR。如果你是 iPhone 的老用户的话，你应该对 AR 这个技术并不陌生，因为从 iPhone 内置了激光雷达开始，我想激光雷达是什么时候 ？iPhone 17、8、11应该是啊，11 Pro 应该是啊，就有了激光雷达。然后 iPad Pro 是一直都有激光雷达的，但是这个要
不能这么说，从这个方角的，不是圆弧边的啊，就是切割边的方的这种 iPad Pro 就开始一直也内置激光雷达了。那 Apple 在自己的民用级的消费类的产品当中放一个激光雷达是干嘛的？可能很多 iPhone 的用户已经用了不知道多少年带有激光雷达功能的手机，但可能这么多年的使用过程当中根本也没有用到过激光雷达，也有可能是自己用到过了也不太知道。那这个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些具体的案例，你可以看我之前的那个讲测距仪那个 app， 因为我在做一个 iPhone 的系列节目，叫做瓜子泡茶听 iPhone 啊，我在给大家去一个一个的讲 iPhone 里面的内置 app， 里面还有一些背后的小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增强现实到底是什么？其实你从 iPhone 的屏幕上就可以体验到增强现实了。你可以想象到，你拿起一个相机，拍一个任意现实当中的景物，拍完之后，你再在这张照片上画画。其实这个就属于变相的增强现实，只不过它不是实时的，它是先拍完再画，这个叫二次创作了。但真正意义上的增强现实是什么呢？现实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改变现实，而是在现实当中去增加一些我认为好玩的东西。有个增字嘛，增是什么意思？增加、增强，就是把现实变得更强大啊。当然了，这个强大是为我所用啊。那这种应用是被 Apple 一直看好的。那 Apple Vision Pro 其实它也是一种增强现实的设备。那可能爱车一族会比较能听得懂的，就是那个抬头显示器，像飞机上的抬头显示器啊，在玻璃上可以显示时速啊，导航的左转右转箭头啊等等，这样呢你就不用低头。其实这就属于一种增强现实。明明挡风玻璃上你看到的现实就是一条路啊，旁边的东西，但是没有别的。但是呢，你通过挡风玻璃，它可以映射上一些信息，比如说时速什么的。那你通过挡风玻璃再去看现实世界，你就会觉得，哎，这个现实世界当中被打上了一些有用的信息。那这就是增强现实。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再进一步，混合现实是什么意思呢？我个人真心觉得混合现实有点炒概念。其实混合现实我的理解，它跟增强现实就是一回事儿，就是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混在一起，那不就是增强现实吗？增强现实不就是这样子吗？那如果你咬文嚼字的话，你也可以理解成增强现实呢，就是90%的面积都是现实，然后给你放一个什么汽车仪表盘啊，给你放一个导航箭头啊，这种少量的信息打在现实世界当中，你就叫现实世界的增强。而混合现实是什么呢？可能你的视野当中有一半是真实的，有另一半是虚拟的。比如说我们上期讲的 Apple Vision Pro， 它可以放一个120寸的大电视大屏幕在你的面前，那这样子的话，你的一半现实世界就被这个大屏幕遮住了。但是这个就我觉得有点牵强了，这个其实说白了它还是属于增强现实的一个品类嘛。那混合现实还有一个理解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的增强现实设备或者混合现实设备，因为推出了 Apple Vision Pro 的关系，他们都在尽量的往这个混合现实上面去靠。也就是说，一个头显设备，它现在有可能既可以实现虚拟现实，又可以实现增强现实。那么 Apple Vision Pro 就是这样的一台设备，你通过旋转这个 Apple Vision Pro 上的这个旋钮，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手表的数码表冠这个样子一个能转的东西，你这么转一下，然后你整个的现实世界就被遮挡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完全沉浸式的虚拟现实世界。那你如果再把它转回来那就你的真实世界又回来了，可能只留一块屏幕在那儿。所以当你去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你带着 Apple Vision Pro， 你就可以有用户自己的选择了。你可以选择完全在虚拟环境当中去看，比如说我可以就明明我是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或者我明明坐在飞机上经济舱挤的就这样坐，但是我一转旋钮，好像我就在一个宽敞的电影院里，或者我在一个海边、一个湖边、一片草地上面的夜空里看这个电影，虚拟现实。
那当然，你也可以变成增强现实，转一下旋钮，比如说空姐来给你上饭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又不想中断你的电影，转一下旋钮，变成增强现实，那就是屏幕还在那儿，但是除了屏幕以外的地方还是飞机里面的样子。那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叫混合现实了。但是接下来的内容为了咱们简单一点。我就只用2个概念，一个是 VR， 一个是 AR 啊，就是一个是混合现实，一个是增强现实。错了，一个是虚拟现实，一个是增强现实。那个 XR 后面我就不再提了啊，因为我觉得那个还是商业炒作的成分会多一点。虽然现在 XR 用的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在节目当中既然是科普嘛，我希望大家都知道有 XR 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到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增强现实，或者说是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到底我要虚拟还是增强就好了。那接下来给大家可以实际上看一些我现在自己已经在用的这些虚拟现实跟增强现实的设备。有言在先，我没有 Apple Vision Pro 所以这一期我会聊到 Apple Vision Pro， 但是我只会云评测啊，我不会真的拿给你看。那我有的呢可以给大家看的是2个，一个是 Meta 的 Quest 3。现在就在我这里，它长得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呢，其实跟 Apple Vision Pro 就很像了，它是一个大大的眼罩，可以把你的眼睛全部都遮住。你戴上它之后，你也可以有2种选择，一个是通过它上面的这都是摄像头，通过它拍摄出真实世界，然后我通过摄像头的拍摄再看到真实世界，那也可以实现这个增强现实跟 Apple Vision Pro 一样的效果。但是它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硬件配置是远不及 Apple Vision Pro 的。那由于硬件的缺失，也不是说缺失吧，就是硬件的性能不够。比如说摄像头的分辨率不够，显示屏的精度不够，这样直接就会造成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对，这是我现在的现实世界，但是就是有点模糊，就是你会有脱离感，你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是说，我现在是在已经经过了处理的现实世界当中，会有个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它的硬件性能达不到嘛。而这款设备在它发布之初，其实这种增强现实的功能就不是主打功能，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在我看来，它就是一台游戏机，它对标的应该是像 Xbox、PS、Switch 这样的设备。那只不过呢，它是专注于这个虚拟现实的游戏的。它也有这个游戏商店，你可以通过这个游戏商店去下载很多的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的游戏，然后在那里面去玩。所以这个设备它是配的有手柄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把这个设备这样扣在眼睛上，然后这个时候不要忘了我刚才讲，它主要的目的是让你沉浸式的打游戏，跟索尼的那个头显是一样的。你戴上它，大概率上你要完全进入到这个游戏世界的，所以游戏需要什么？怎么控制这个游戏它就需要手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它是配有这么样的2个手柄的这样的2个手柄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像游戏机一样，上面有摇杆、有按钮有这个扳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控制虚拟世界当中的那个人，你扮演的那个人前进、后退、打枪、跳跃，或者是抓取东西，或者是组装什么拿这个就可以了。体验还是不错的，还是蛮新颖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也许有一些人会经历这个头晕或者不适应的这个过程这个就因人而异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如果出现头晕不适，大概率上还是因为比如说刷新率不够帧率不够清晰度不够等等等等这种原因造成的。如果说真的是像 Apple Vision Pro 那样的，完全你戴上了跟没戴上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它的摄像头跟屏幕，它的这个硬件已经足以达到骗过你的眼睛的程度了那这种情况下，你晕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但是由于这款设备就是 Meta 的这个 Quest 这个游戏机，
它主要是打游戏的，所以在这里面不乏一些大作属于第一人称游戏。我不管是第一人称射击还是什么，就是第一人称。什么叫第一人称呢？就是你看到的就是一个虚拟的游戏当中的人物看到的，这个时候你要控制那个人物走动。往前走，往左拐，特别是一些射击游戏，你拿2个手柄，就类似于一把枪或者一个刀，你要往前跑，追猎人，追这个野兽或者追敌人，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晕。为什么？因为你其实你是没有动的，你只是坐在那边，但是你整个的视听系统都认为你在动，那这不就跟晕车的原理是一样的吗？是吧？所以如果是这种，就可能有晕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 Apple Vision Pro 它从推出之初就跟这个玩意儿不一样，虽然长得其实挺像的，这个挺像分两说吧，其实也不像。但是你如果不纠结的话，你会觉得啊，都是把眼罩那个大眼罩把眼睛罩住。那如果你就这么看，那是挺像的啊。那Vision Pro 它从研发之初，它的定位就不是让你跟现实脱离。Vision Pro 你刚一戴上，跟没戴是一样的。虽然把你眼睛遮住了，但是你看到的还是眼前这些东西。你的手伸出来怎么样，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不做任何操作的话，戴了跟没戴一样。除了你觉得重一点，眼睛被糊住了，这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没办法做到像这种眼镜那么轻薄嘛。那除了这个以外，基本是一样的，所以这种眩晕你是不太会有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更好的操作了。所以现在很多这种眼镜或者头显的厂商都在往 Apple Vision Pro 去靠拢，也就是这个原因了但是它的价格是 Vision Pro 的价格是远远超过其他的。那我上次节目讲过 ，Vision Pro 是3万元人民币起步，而这个东西也就几千块所以说，到底我们普通人适不适合使用这种设备？我觉得目前来讲，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普普通通人，我觉得时机还没有到。但如果你是数码爱好者的话，那是两说就像有很多甚至是工作需要，或者是这就是他的一个爱好，那只要你钱是到位的，你就可以去体验这个东西，没任何毛病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毕竟从2024年的这个节点上，人类应该已经向把现实搞坏的这个方向去走了，肯定是不会退回来了。这个就像2007年人类用上了 iPhone 这样的智能手机以后，再也不会退回到功能机那个时代，是一个道理。所以不管你是哪样的类型的用户，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还都推荐大家可以慢慢的开始去尝试一下这种在现实当中做手脚的东西。那我知道大部分的手机用户其实还是，特别是中国大陆，因为我是这个简体中文节目对吧，主要针对中国大陆以及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那么凭我的了解，你中国大陆生活过的，微信还是没办法割舍的。我盲猜60%到80%的简体中文的用户，在你们的智能手机里面，可能有60%到80%的时间还是被绑在微信上面。或者是国内的一些中国大陆境内的一些媒体平台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一些视频平台，看看短视频，看看什么片子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些是大部分的用户。你如果想提前体验一下类似的设备，又不想花3万块钱，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只是这样子的话，我个人也不推荐你直接去买 Apple Vision Pro 当然，如果钱没问题，请买，一定得买那如果这个钱你要犹豫一下的话，那我就不那么推荐了。除非你是有一种人我还是有点推荐的，就是你也是微信的用户，但是你特别喜欢拍照片，你的手机里面有很多拍的还挺不错的照片和视频，并且呢，注意，并且很重要并且你的这些多年来用手机或者用不管什么设备拍摄的还挺好看的视频跟照片，所有的这些视频照片
都能够在你的手机里面直接看，而你没有把它导出来放到电脑或某一个移动硬盘里面封箱存着啊，那这样的人你可以直接咬咬牙买 Apple Vision Pro， 真的会值回票价，这个不夸张的说啊。但是你说对啊，我也是摄影爱好者，但是我的照片在 iPhone 里面没几张的， iPhone 的容量那么小，我没办法存，那这种你别买了。你买了你也看不了你那些照片，你买了干什么呢？是吧？当然你要问我的建议，就是正确的打开方式，你如果真的照片没有地方存，你可以用好 iCloud。 虽然我的节目里面一定会讲到 iCloud， 但是目前我还没做到这一期，需要的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一定会做到的，一定会做到的。好，那除此之外，如果你既不是摄影爱好者，或者说你好像觉得自己挺喜欢拍照，但是你拍的照片也不怎么样啊，那就钱呢也不是那么老丰裕的，那你还是别买 Apple Vision Pro 了，你可以去 Apple Store 去体验一下。但是呢，你如果又想往前迈2步，比如说我3万块钱花不起，我可以花个3000块钱啊，而且这3000块钱我买那么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呢，我能接受用个2-3年，最多3-5年就把它扔了啊，这种我是能接受的。也就是说3年到5年我花个3000块钱，然后就这么一个比例吧，你觉得还行，为了体验这个下一个世代的产品，那么你可以买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啊。当然这样东西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公司是非常多生产这种东西的啊，像什么雷鸟啊，我买的是 X-Ray，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中国用户的，因为它纯是内容消费，而且特别适合国内的内容消费。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眼镜，你看这是一个就是大一点的眼镜盒嘛，那我把它打开之后，那里面就是一个眼镜，除此之外你看到就是一根线。它的好处是你不用给它充电啊，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它就是一台便携显示器，只不过这台显示器是戴在你的眼睛上的，它是一个120寸的显示器。显示效果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啊。那这根线呢，就是你要连接显示器的线，它是 Type C 的接头，所以不管是游戏机还是电脑还是你的手机，只要是 Type C 的接口，你都可以直接接啊。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想买这个的话，当然还有一些转接头可以用啊，但是你换 iPhone 15吧，那这个东西我可以带一下给大家看一看了。它的增强现实其实做的蛮巧妙的啊，也就是你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眼镜，它没有那么复杂。这个线可以拔下来，我不拔了啊，你知道它可以拔下来就好了。那如果我戴上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样。这个眼镜呢，有点像这个渐进镜。你看现在我的镜片是，可能大家看到这是全黑的，但是如果我接上这边连上一个设备的话，它就能变成那种半黑，就是你还是能看到这个镜片有点亮，其实你能看到有点亮，对吧？但是你们如果想看到我的眼球，其实是不太可能了。这个有点像渐变镜，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如果你既近视又老花，它是渐变镜嘛，上面是近视镜片，下面是老花镜片，这个有点像。这个就是上面呢，它给你放了一个120寸的显示器，然后下面呢有一半或者1/3它是开放的。那如果你这个屏幕不点亮的情况下，或者是外面的光线很亮的情况下，你带着这个你是可以看到真实世界的，就像一个镜片一样的。你也可以配度数哈，像镜片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插上电源，把里面的屏幕点亮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真实的世界当中，你的眼镜里面是有一块大屏幕的。这个大屏幕就是大概你整个视野的上一半有大屏幕，下面是那个空的，你可以调一些角度了啊。那这个就很简单，它就是个屏幕，但是它比传统的屏幕有更多的灵活性。你像我有的时候可能一边做家务一边做菜，然后一边又想看点 YouTube 的
节目，但是这些节目呢，可能不像我的这个频道，我的频道是只听就可以了，不用看图片的。但如果比如说有时候我看一些美食节目，我得看它是怎么做的，但是呢又不想那么认真的看，就肥皂剧嘛，那种性质。那这个其实是蛮好的，而且有的时候你带着这个去散步什么的，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半透，你散步不太会有什么风险。当然你如果这个散步经常要过马路，你要小心一点啊。如果是在这个公园里面没有车的，其实这个还好。然后包括你如果在一个地方坐着，哪怕是户外或者是飞机、地铁，这个都是还挺好的。然后呢，它就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屏幕，包括你躺在床上看也是可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给你的内容消费带来了更多的灵活性，而且它的价格呢，只有 Apple Vision Pro 的1/10啊，就是一个是3万，一个是3000啊。那它也可以算成是增强现实，因为它是没有办法把整个的世界全挡住的，即便挡住呢，也是全变黑啊，就是完全不透光。它配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叫罩子，不叫眼罩了，叫镜片罩，完全不透光的。如果你真的在飞机上一点光都不想透，你干脆把它罩住，啥都看不见，就像那个睡眠眼罩一样的，然后你里面只剩一块屏幕啊，这个还是不错的。而且中国大陆目前的供应链的这种发展，它能够把这种屏幕的素质做到世界一流，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啊。我看过了，这个屏幕的素质还真的是不错的。但是它里面你看，除了屏幕跟声音以外，它没有摄像头，所以它没有那些像 Apple Vision Pro 那么高级的增强现实或者说混合现实的那样的体验。但是我们现实一点啊，你只花了1/10的钱，3000块钱用个3年到5年，让你随时可以方便的看视频，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国内可能有一些像腾讯视频这样的 app 可以做到息屏了，但是我不太确定啊。但我能确定的是 YouTube 肯定是可以，这个我的需求就已经满足了。就是什么叫息屏呢？就是当你把手机连上这个眼镜之后，你可以把手机屏幕关掉，然后这个视频的内容呢，还是始终在里面播放的啊。那你很难想象说它是一个镜像的关系，就是我要看个手机里面的视频，在眼镜里看的话，我手机还屏幕得一直亮着，这不是吃饱撑的了吗？那还光那个费电也不知道费了多少呢，完全没有意义的呢，然后也没有隐私。所以如果是这种眼镜的这种产品，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看的内容的屏幕得关掉啊。目前并不是所有的，特别是国内的那些平台，不是所有的都支持。这个各位如果需要的话，你们自己去查。我的任务是让大家知道都有点啥，然后你可能会对什么感兴趣，这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好，那今天的主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多，时间稍微有点长，因为聊的内容也不少。大家如果对我已经有的这些设备哪一个更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但是我相信我这些东西，其他的这个博主已经做了不知道多少了啊。当然，如果你说还是希望我做，咱们也可以互动啊。那么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式啊，梳理了一下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跟混合现实这几个概念以及它对应的产品，方便大家在即将到来的把现实玩坏的科技时代能够跟上啊这个脚步。那希望这样的分享呢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啊，也希望得到大家的一些反馈和互动。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有点意思，真心希望可以订阅支持，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